这女娃真会惹人生气呀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施这种阵法，要消耗我多少的灵力，献祭我多少的精血？你不必烦心这个，因为你根本走不出这里。哼！你问我为何区区一名炼气4阶修者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入室杀人，不惧仙门？我现在就来告诉你，我12岁，随师父入山修行，不到1月便得筑基门道。18岁得窥金丹之境，20岁正是我术法全盛之时。金丹修者，星象斗准，有术士在城内斗法，能引得天象异变，想必是个厉害角色。没想到京城这般富贵污浊之地，还能有隐门卧谈。我乃先天道体，纯种灵根，在深山苦修60年，3次摸到金丹之境，可我现在却还是个炼气4级。你以为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看不惯，我看不惯这所谓的世间道义，看不惯挣扎求生之人被权势碾压，看不惯良善之人蒙冤而亡。我学立身的本领，有通天之能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今天有老夫在此，这个门你是进不去的。凡人生有灵根，能够入道修行是何等的不易呀！你既然有这个机缘，却不知道珍惜，反而违背道心，屡破戒律，插手凡尘之事，你就不怕境界跌破，反噬其身吗？废话真多，还打不打？真是冥顽不灵，失去了大好的机缘，倒不如把你收入我这蔽日幡中进行炼化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天真！哪里走？
这扇门，我过了。里面的那条命，我要定了。好胆色，你竟敢戏耍老夫！断尾求生，也是纵横啊！老夫好久都没这样狼狈过了。要不是这灵鸦替我挡了一刀，老夫今天还真要折在你这个小辈的手上。别急，早死晚死都是一样的。年轻真好啊，血都是热的，手里拎着一把刀，就好像能把世间万物都要斩在你的脚下。可是你忘了，人人都有年轻的时候。废话真多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也罢，老夫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。这是什么阵法？名字我还没有想好，但你可以称之为葬身之地。你竟然能掌控时间之力！操控时间需要神力，只有神明才可以把握。像我们这种修者，就算是终其一生，也只能造出方寸之地，所能操控的倒流时间只有50年。但是用来杀你，足矣。好强的力量！这是老夫修为最强的时候，就是对上金丹修者，也有一战之力。时间倒退了50年，你可能是刚入仙门，连炼气的门槛都没有摸到，你是打不过我的。倒不如乖乖的束手就擒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这女娃真会惹人生气呀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施这种阵法，要消耗我多少的灵力，献祭我多少的精血？你不必烦心这个，因为你根本走不出这里。哼！你问我为何区区一名炼气4阶修者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入室杀人，不惧仙门？我现在就来告诉你，我12岁，随师父入山修行，不到1月便得筑基门道。18岁得窥金丹之境，20岁正是我术法全盛之时。
敢休车！星象斗主，有术士在城内斗法，能引得天象异变，想必是个厉害角色。没想到京城这般富贵污浊之地，还能有隐门卧胎。你说咱们会不会来晚了呀？没有啊。这么确定啊？昨晚的架势可是唬人的很，对方肯定不是什么善茬，就新仙子那个小体格，怎么能受得了啊？岗哨未撤，出城的人远比进城的人多，说明人还没抓到。有道理。看来这遭英雄救美，新仙子是躲不过了。哼。还是京城好啊，真热闹，一天一个样。哎，你都多久没来？3天3夜没吃饭了。官爷，省点儿吧，我们3天3夜没吃饭了。官爷，省点儿吧，官爷。给点钱吧。走开，走开！给点钱吧。谢谢啊。说来这桩买卖是真他娘晦气，我费了那么大劲儿，到了北乡。好不容易把他儿子给找到了，结果是个死的，我还得背个干尸回来。你能帮我找人吗？我爹叫陆景然。有钱吗？有，可是我就只有这么多。但是以后我会多赚钱的，你想要多少我都给你。我去你的吧！这耍老子是吧？三爷，你瞧，是个小丑八怪。还真是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，谢谢。这么大的京城，咱们得上哪儿找他去？醉仙楼。话说昨夜两府一战，那打的可谓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最后连紫气真雷都祭了出来啊，引得那是天象异变呐。这两府请了北乡仙师前来坐镇，传说这鬼先生有一法宝，名为蔽日幡，威力无穷，顷刻间那便可将人绞杀。这很厉害啊！这鬼先生若真如你说的那么厉害，那怎么会死在新仙子刀下呢？这位客人，遇事不要急着下结论。新仙子如今不见踪影，说不准
已于昨夜殒命了。新仙子若是死了，那梁大人为何还会如此惧怕？一大早就将大祥光寺的高人都请到家里去了。这位新仙子究竟是何许人也？还出自哪座仙山？怎么之前没听说过呀？出自哪门哪派倒是不知，只知她是陆大人的夫人。陆大人要是死了，哪个陆大人？可是禁卫军的陆昭大人，是魏县县城，名叫陆怀。二位请稍坐，这就为你们走菜。好。楼下说的就是你啊！我知道，陆怀，这名字倒是陌生，未曾听过。陆怀陆大人你都不知道，他可是个清官啊！当初魏县闹饥荒，就是他巧使计谋，保下了魏县百姓。可惜世人眼于兴亡，受奸人蒙蔽，看不穿他的功绩，任他被人所害，千刀万剐而死啊！难怪他夫人如此惜福，原来是要为他报仇啊！听说他们2个人是青梅竹马，后来生了战乱，新仙子被收入仙门，陆大人四处找寻，寻不到人，于是便投身军中，直到立下战功，扬名天下，这才让新仙子把他找到的。原来如此，竟然还有这般缘由，真是令人惋惜啊！更惋惜的还在后头。你说这2人好不容易团聚成亲，眼看着好日子就要来了，结果呢，却遭到贪官陷害，趁新仙子不在，把陆大人给杀了。新仙子和陆大人情比金坚，这哪能轻易放过他们？伉俪情深，情比金坚。你们俩还有这段故事呢？无稽之谈，就你爱听。错，是所有风流韵事我都爱听。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绝世侠客，能为这世间的不公做主了。那个鬼先生，我略有耳闻，好像是从北乡过来的，是个邪修，最擅长阴鬼之术。虽然现在是炼气9阶，但距离突破也只有半步之遥。新梅仙的这个功法，从他的手里逃脱，肯定吃了不少的苦头。一个鬼先生不足为惧，如果那日平安客栈的几个修者也赶到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来，客官这是不满意吗？啊，不是，光给他酒就好了，菜给我。哎，好。您慢用啊。包子，热腾腾的包子，来，客官，来，给我来一个包子，热腾腾的包子。再来啊！你在看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看错了吧？这金轮应该也快到了吧？未必，他是接了天阴山的信来的，但我瞧着他对此事也并不热衷，想来不会来得太快。算了，先不管他了，还是正事要紧。仙门的人来了，他现在身处漩涡之中，如果不尽快找到他，被别人抢了仙，怕是会有危险。被抢了，抢回来便是，谁能打得过你啊？能不能低调点儿？嗨，谁让她是你媳妇儿呢？你说我之前怎么就没察觉这姑娘看起来文文静静的，居然能干出这些事儿？
姐姐还没醒吗？怎么还在流血？她会不会要死了？别乱说，姐姐可是神仙，有法力会飞的，你不是也看见了吗？可人家就不会死吗？他们都说，就是因为神灵死没了，人间才会变成这样的。姐姐要是死了，天天在九泉之下，也会怪罪我们的。要不，我们给姐姐找个大夫吧。我们没钱。那就把九九卖了，换银子给姐姐找大夫。你能卖几个钱？还不够求大夫的。要是姐姐还在就好了，她那么厉害，一定有办法救姐姐的。爹爹要是在，姐姐也不用来京城了。十全大补丸，包治百病，药到病除喽！十全，你会治病吗？你问的这叫什么话呀？那不能治病能叫大夫吗？看见我这箱子了没？这里边装的可是灵丹，名唤十全大补丸，可是我用了10种天材地宝炼化而成，包治百病。但是咱可先说好了，我这价钱可不能低。没问题，跟我来。行，走。我们知道你的诊费很贵，但我们现在没钱给你。但旁边那个姐姐是仙人，你只要救活她，她会报答你的。等我们长大赚了钱，也会还给你的。啊！救命！不是我不想救，是我就救不了啊！我就是个卖药骗钱的。哎呀，那个，幸得2位仙师前来，此番定要捉住那妖女，好生惩戒。大人，我看你现在最该做的，就是沐浴焚香，疏松筋骨，好好睡一觉。因为你这一觉起来，这妖女自然就被绑缚在这堂上了。当真？你就算信不过我，难不成你还信不过灵迹山吗？我是灵迹山的少宗主，林安是我亲爹，我都亲自来了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那就有劳2位仙师了啊！怎么有股酸味儿？酸枣安神，百合静心，可助安眠，不受梦魇侵扰。看来那位大人还真是被吓得不轻了。话说，这金轮和这南宫孤红怎么还没来？算了，不管他们了。京城有百里之广，那女修若继续隐藏气息，不再出手，我们到何处去寻她？白师兄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怎么还没赶来？这白宗英呢，虽然有2下子，但是寻人并非他所长。你有办法？鬼先生是炼气修者，没什么天赋，能在仙门中闯出威望，全靠他那灵气蔽日幡。暂不提这蔽日幡蕴含着多大的灵气，最为紧要的是，这个东西它是活的。活的？没错，它早已长成了气灵，虽不能化形，也不能出口说话，但是它有了神智。它必须寄生在活物的人肉之中，才能存活下来。这鬼先生便每日喂养自己的精血给他，可如今鬼先生死了，这东西也不知所踪。你说这小东西啊，会钻到什么地方去呢？
这毕日帆是邪气，当初听闻吸了足足749个人的精血才将其炼成，是至暗至阴之物。这毕日帆所在之处，便不会发出半点光亮。所以，有他在的地方，点不燃灯。师妹，还真是聪慧过人呐。奇怪，这也没风啊。舅舅，火石呢？你拿着。哎，怎么打不出火星呢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倒也是个法子，只是京城有百里之广，若是燃灯，可得耗费不少法力。我带着养元丹呢，这等小事儿，交给我就好了。师妹，你只需要去城中找一高处，最好是可以俯瞰全城的那种。到时候我阵法一起，万灯耀眼，这城中至暗之处，就是毕日帆所在之处。好。这雪还没化呢。雪，新仙子为你下的。此时下雪，必有大冤。他这是在为你鸣冤呢。可有找到他的踪迹？没有找到新仙子，但却有意外收获。你猜我在城里瞧见了谁？客栈里那几位修者，又来了2个，一个吹笛子的，还有那个调戏你的小妖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的那群鸟都找不到新仙子，他们也休想找到。元灵定魄，血影千灯，起！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我去看看。大人莫怕，似乎是仙师做法。别急，马上就到你出场了。仙家术法，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不知道，但对新梅来说，不是好事。
成营。去。见鬼人，快跑！不要说我，不要！你已入绝路，若肯悔过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快走！这是？你是天元派的弟子？不是。那你可认识白宗英师兄？你还打不打？不打我就走了，不知死活！护不住你们，不要出声，快藏好，藏好。姐姐，阁下这么着急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找他，玩得开心。一个练气的修者也值得费这般功夫。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，我时间可有限，师父还在等我回去呢。张嘴闭嘴的都是师父。南宫孤鸿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没断奶？还是你的道心乱了，对你的师父产生了什么龌龊想法，想娶她当媳妇儿啊？
小仙子别怕，我不是要与你为难的，只是你杀了我教中的人，还毁了这件法器，我不得不将你带回去，给我的教众一个交代。你和那鬼先生出自同一宗门。是啊，但我不想给他报仇，我只是不得不奉于命令对你出手。不如你乖乖跟我回去，我保证留你全尸。一丘之貉，讲道理都不听，那便只能动手了。阁下可真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啊！破了我的阵法，还扫了仙门的颜面，如今又想救下那个女子，怕是故意与我为难。这是我呕心沥血制造的囚笼法阵，这24道生门已被拦断，36条死路亦被阻绝，可所谓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。就算是金丹修者来了，也难以破开。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天了吧？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的话真的很多？你究竟是什么位阶？没算过，但破你的阵足够了。吹笛子的，还等什么？笨死了，这都打不住。没有你，我早拿下他了。程影剑不斩无名之辈，报上你的名号。你废话真多。你违背道心，插手世俗之事，本就该死，累及我们出手，更是罪不容诛。还不认输？没死就不算数。破咒缠身，即便残忍，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是进退。书上说了，化完肉就能看见颜色了，应该快了吧？是魂换骨我都忍，是痛入归涅槃生，只为余生换回一世为人。让我烈酒
根，让我有缤纷灵魂。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，敢疯敢梦不败火，畅快一程。破皱纹缠身，即便残忍，好过命运困我们。得失进退，皆当作千年容忍。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我们虽然接触不多，但我觉得你跟外面说的并不相同。如果你真是个贪财怕事之人，为什么不来求我帮忙？毕竟在世俗眼中，我也是个修行者。你不想活吗？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，敢疯敢梦不败火，畅快一程。重不重啊？不重。快！咦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药。药是给姐姐治伤的吗？谁给她的？不知道，药不能乱用，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，万一是毒药呢？哎，老陆，新仙子怎么样了？想办法给他用了。这不是你的救命丹药吗？你不是已经送了他恢复气海的藏心兰吗？还送丹药做什么？给他送去。送完法器又送花，如今连保命丹药都送了。老陆，你心疼了。没错，换做是我也得心疼。新仙子办的这事儿属实仗义，他和你也就几面之缘吧，如今竟为了你豁出性命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说他图什么？莫不是真的看上你了？如果你有一天像他这样，我也会心疼你的。嗯，这话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话。不过今天我心情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长长见识。长见识？走了，到了就知道。我师兄他走了。是。林少宗主留信一封，说是灵台顿悟，恐劫难将至，先回师门闭关了。金师兄刚进城，可有什么发现？我人来晚了，到的时候你们都打完了。两位仙师，那林仙师是不是畏惧那妖女的淫威，临阵脱逃了呀？你当那女修是什么厉害人物？一个炼气期的修者，有什么可惧的？炼气期，那你们几人围攻，不也让他跑了吗？本官知晓几位仙师的能力非凡，只是夜长梦多，那妖女还在外面，总归是不放心的。不如给几位宗门长老去个信，请他们出手相助，也好早点解决这摊子糟烂事儿。他也配我师尊出手？配不配不是紧要的，最紧要的是如何捉住那妖女。
当初朝廷可是与12仙门订立过契约的，朝廷允许仙门存在，收徒传道，自建宗派，但仙门也得帮助朝廷维持秩序，不得令任何修者入世，干预王朝的运转。可后来有了散修，不遵规矩，又生了邪宗，不受管控。他们入门不立道心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即便这样也罢，只要12仙门加以约束便好。可如今呢，连一个练气的修者都能在京城横着走了，这是什么规矩？又是什么世道？本官在说话呢，你能不能晚点才睡？什么规矩啊？大人坐稳。那2位仙师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？等。这等？对，等他来杀你。他的目标是你，不杀了你，他是不会离开京城的。所以你在这儿，他就会来。你说她一个弱女子，知道这么多人在抓她，她会来吗？还不认输，没死就不算数。他会的，等着瞧吧。你也不必哭丧着脸，有我们在，你的这颗脑袋会安然地挂在你的脖子上的。